破纪录了，朋友们！俄军又破了自己单日最高死亡人数的记录。据乌克兰数据显示，7号当天有1030名俄军士兵阵亡，破了俄乌开战以来俄军最高单日死亡人数的记录。然而，仅仅过去4天，记录再次被打破。11号当天，俄军阵亡人数达到了1140人。本月至截止到15号，俄军士兵的平均死亡率就已经达到了每天824人，达到了开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俄军死亡人数为什么会居高不下？火力军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俄军前线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无法合理协调有限的资源，加上普京的高层们总是不顾一切地向训练不足的新兵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向前推进，所以才导致俄军伤亡人数一直居高不下。甚至火力军觉得，在未来几周，当乌军新的军事装备到来时，俄军阵亡人数可能还会再升一个档次。另一方面，有可能是普京的战略在发生转变。现在的俄军打法似乎是以承受大规模损失的代价，去抵消乌克兰因接收先进的武器装备，在战术和领导力上更好的表现而占据的优势，想要通过延长战争时间来动摇西方支持基辅的决心。不过，俄军这种拿士兵当炮灰的做法，也让火力军看到了俄军的未来。那就是俄军必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即便俄军放出 T-14主战坦克等先进武器赴乌参战，也无济于事。何况 T-14的象征意义明显大于实际用途，只是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一个态度：即便乌军有西方援助的坦克，我们也要对抗到底。但就在2月10日，德国莱茵金属公司不声不响地低调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称莱茵金属公司已经与乌克兰方面就提供 KF-51主战坦克一事展开了磋商。只要德国政府批准，并且有投资方愿意出钱，那么莱茵金属公司愿意在德国或匈牙利设厂，专门为乌克兰生产 KF-51主战坦克。进展顺利的话，将会在15到18个月之内交付首批坦克，并且只要乌克兰有需求，战争结束后还可以在乌克兰设厂。火力军刚收到这个消息时也十分吃惊，如果德国真把 KF-51送给乌克兰了，那么世界上第一次4代坦克之间的对决就有可能在乌克兰战场爆发。T-14和 KF-51这2款坦克代表了俄罗斯与德国这2个传统坦克强国各自对于第4代坦克的理解。那么究竟谁胜谁负呢？T-14阿玛塔还用细说吗？这些年，俄罗斯为了拓展外贸业务， T-14已经高调亮相，也有好几年了。因此，它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都被泄露得干净。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那个无人炮塔，也正是得益于此 ，T-14不仅可以把成员全部部署在车体内，而且还可以牺牲炮塔防护，将装甲堆在车体上。单单就车体正面的物理防护厚度就超过了1米，若是再加上新一代的化石爆炸式反应装甲，抗穿甲弹达到等效1米均质钢都有可能实现。不过，相对于注重防护， T-14在武器的选择上就十分保守，用的还是老一辈的125毫米炮，只是将型号换成了更新的2A82。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得益于无人炮塔的设计，它的自动装弹机被改成了全新的立式转盘装弹机，彻底摆脱了 T-64、T-72、T-80、T-90 等老式转盘装弹机限制弹丸长度的桎梏。而配套的 3BM69 和 3BM70 真空1-2穿甲弹，可以在2000米的距离上击穿超过800毫米的均质钢，用来对付现在的 M1A2、豹2 A6 这些3代坦克是够用了。但是以后够不够用就不好说了。可以说 T-14虽然号称第4代坦克，但是仍然残存了不少3代味儿。而去年才亮相欧洲防务展的 KF-51黑豹，继承了豹2坦克的帅气与精湛，一眼望去便像是魔改的豹2，与 T-14完全不是一个风格。KF-51的外形十分抢眼，科幻风格十足，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炒得火热的 PL-01隐形坦克。不过，根据莱茵金属公司提供的资料来看 ，KF-51的外形并没有考虑到隐形，应该是单纯为了好看才这么设计的。
正所谓颜值即正义，火力就是正义。KF-51炫酷的外表下，隐藏着令敌人胆寒的杀意。首先引人注目的便是它硕大无比的炮塔，它没有像 T-14一样使用无人炮塔，而是配备了前所未有的 FGS 火炮系统及一门130毫米口径52倍镜滑膛炮。莱茵金属公司声称，该炮的炮口动能比现役所有120毫米滑膛炮高出了50%，配合全长达到1.3米的硕大炮弹，2000米穿深超过1米恐怕不是问题。其威力足以击穿包括 T-14阿玛塔在内的全世界任何一种现役坦克的正面装甲。同时，如 KF-51一样，换装大口径滑膛炮也是各国发展第4代坦克的一条捷径。无论是美国 M1A3 还是法国的勒克莱尔 XLR， 都将炮管升级为130毫米，甚至是140毫米。俄罗斯 T-14更是号称可以换装152毫米的滑膛炮。不过，第4代主战坦克的炮口直径到底是多少最合适？各国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一味加粗的话，边际效应会递减，有时候并不能达到想要的穿身效果。而且，如果加粗的话，也就意味着以前的炮弹都不能用了，必须为第4代坦克专门生产全新的弹药。所以，坦克界对4代坦克炮口的直径一直议论纷纷。KF-51坦克炮塔虽然仍不如 T-14无人炮塔那么激进，但模块化的设计可以使它选装一个发射无人机或者巡飞弹的伸缩式发射器模块，前者可以进一步强化态势感知能力，后者可以用来发射以色列由威盛公司研制的 Hero 120巡飞弹。该巡飞弹续航能力达到了1小时，作战半径60千米。既可以像无人机一样为 KF-51坦克提供长时间的战场侦察与监视能力，也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同时，这也说明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和巡飞弹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而 KF-51为了能使用无人机，甚至还专门提供了一个无人机操作员的座位，变回了与豹2系列4人车组一样的配置。要知道，在 KF-51的原始设计里可是3人车组，是它继130毫米坦克炮之后第2个巨大的变化了。没想到为了增加无人机操作员，又变成了4车组。而在动力方面， KF-51由于使用的是豹2 A4 坦克的底盘，因此它仍然继续沿用了 MB873 柴油机和一体化动力包。不过，莱茵金属公司声称，如果有需求，可以升级为 MB880 或者 MB890 系列发动机。从底盘来看， KF-51的验证演示意味似乎更大一些。虽然其从火力、防护、态势感知等多方面均进行了相当大的革新，但是豹2的底盘加上有人炮塔，依旧充满了浓厚的3代味。总的来说， T-14和 KF-51虽然都号称4代坦克，但是实际上还是残存着浓厚的3代味。至于谁胜谁负，答案的关键就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克兰战场上发生过实力比较接近的坦克战，我们从中得知，坦克真正的敌人不是坦克本身，而是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因此，谁拥有更强的侦测和打击能力，谁获胜的概率就大。当然了，想要近期看到第4代坦克大战的朋友，在这里可能要被泼一盆冷水了，因为德国不可能这么轻易将 KF-51交出去的，无法见面自然就打不起来。而原因就是莱茵金属公司给出的前置条件，首先必须要德国政府批准。要知道 KF-51坦克的研制是没有德国政府背书的，属于莱茵金属公司自己开发的坦克。而当初德国政府支持的项目是与 KF-51同期的 EMBT 项目， EMBT 由法国耐克斯特和德国的威格曼联合研发，可以说是两国政府合作的项目，理所应当的是未来德国的主战坦克。但莱茵金属横插一脚，德国政府自然对其印象不好，想要为其背书就很困难。然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投资方出来掏钱。
掏钱这种事儿就更难于登天了。况且 KF-51毕竟才是一款几个月前才亮相的新装备，还停留在原型车甚至验证车阶段。光是把剩余的研制工作完成，使其成为一款可以量产的成熟装备，就需要花费一大笔钱，更不用提后面的建立生产线、大批量生产，哪儿都要花钱。哪怕是军费大国的美国，估计也不想当这个冤大头。所以近期想要看到 T-14与KF-51大战应该是不可能了。况且火力军觉得 KF-51也并不适合现阶段的乌军，还不如像波兰、捷克这些国家一样援助一些库存的 T-72等主战坦克。虽然不如西方坦克先进，但却更明显符合乌军的需求。因为 KF-51的缺点会让乌军难以接受。首先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备弹量， KF-51的备弹仅有20发，如果选装了4连装巡飞弹发射器的话，还要挤占一部分空间，那备弹量就只剩下10发，在激烈的交战中根本支撑不了多久。第二个问题就是防护，相较于130毫米火炮的惊人火力和无人机、传感器带来的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 KF-51坦克在防御方面就显得颇有些激进了。按照莱茵金属公司给出的数据，该坦克的战斗权重仅为59吨。在这个西方坦克集体增肥的环境下，如挑战者 2T1S 权重74.8吨， M1A2C 权重73.55吨，豹 2A7V 权重68吨，这反倒显得有些异常。再考虑到那个巨大的炮塔所占用的重量， KF-51坦克的防护恐怕并不会令人非常满意，甚至还不如现役顶级3代半坦克的水平。而莱茵金属公司如此设计，显然是把宝压在了主动防护系统上。据宣传介绍， KF-51配备了 AMAP 和 TAPS 2种主动防护系统，其中后一种为防攻顶系统，专门防御标枪、红箭12之类的攻顶反坦克导弹以及末敏弹。但在去年的防务展上， TAPS 系统并没有予以太多的展示，缺乏相关信息。虽然考虑到此前莱茵金属公司研制的主动防护系统在瑞典进行测试时成功拦截了全部6枚导弹，成功率达到了100%，但是把宝全都压在主动防护系统上面，还是显得有些太过激进了。这要是放到乌克兰战场上，其表现恐怕会不尽人意。因此 KF-51对乌克兰来说并不是一种合适的武器。当然 KF-51和 T-14一样，也揭示了属于自己未来主战坦克的发展方向，即130毫米主炮、主动防御系统、防御攻顶的系统和携带游荡式无人机。虽然没有德国政府背书，但是莱茵金属的 KF-51坦克未来销量应该还不错，毕竟该款坦克携带的是130毫米主炮和主动防御系统，性能放到全世界里也是可以跨入第1档的存在。火力军眼中的下一代坦克不能再一味地去堆装甲和拼火炮口径，应如乌克兰战场上变现的那样，从综合的角度来思考如何防、如何攻，告别以往的不分攻击和威胁类型，一味采用被动硬扛的思路，应通过对于战场上不同威胁和攻击手段的类型来确定不同的应对思路。比如可以在坦克上加隐身设计，降低自身的雷达可视以及红外特征，从而减少被敌方侦察手段发现的概率和缩短被对方发现的距离。可以将对抗和拦截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避免被击穿。因为当低可探测性和综合主动防护系统应用之后，其实在未来坦克所面临的威胁程度已经被限制在了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在此范围内，技术的进步就可以实现坦克重量的不升反降，甚至为了简化坦克的投送，下一代坦克应该会根据任务的不同来挂在不同的装甲模块。而且火力军眼中下一代的坦克对决肯定是远距离的，因此坦克的攻击方式和态势感知能力必须要有一个飞跃才行。方法的话，可以选择增大坦克炮的仰角，为其配备多种精确制导弹药，或是开发全新制导体制的炮射导弹，扩大其射程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与3代拉开代差。好了，关于 KF-51与 T-14的对决，以及你眼中下一代坦克的样子，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